大家好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穿山甲馆啦，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穿山甲馆里面其实是鸟园，这边一只穿山甲都没有，只有我后面有一只假的穿山甲。好，因为旁边很多人哦，所以我等会小声一点，要不然我有点害羞，大家都在看着我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他们办公区的墙壁，他们的墙壁呢有很严重的壁癌需要处理，因为呢这个外墙有一些漏水啊。然后导致他们办公区域里面有很多的壁癌，而这个壁癌呢，其实对我们的办公人员有一个非常大的危害，就是它的粉尘其实非常的细小，而且呢，如果它有霉菌的话呢，更容易导致我们的呼吸道过敏。对，为了要帮助大家不要在这样子恶劣的环境下继续工作，我们要快一点来把这个壁癌的问题给解决掉。那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方式呢，就是把我们的壁癌呢全部刮干净。其实这个壁癌呢，真正的学名叫做白华现象，而它有产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外墙有水进来到墙壁里面，然后慢慢的产生结晶之后长出来的东西。那我们要解决它，就是要让水不会再透过这个墙壁再长出来。我们把那个墙壁的壁癌刮掉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先来进行我们的高压灌注了。高压灌注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墙壁可能有的裂缝的缝隙把它堵住，这样子水从外面接触到墙壁之后呢，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进到了我们的室内，因为它的路径都被堵住了。做完之后呢，就要来开始做我们的细酸直系的防水材啦。这个防水材呢，遇到了水，它就会产生结晶，把原本混凝土里面墙壁的那个细缝全部堵起来。堵起来之后呢，就算外面这样还有新的水进来，只要水量不大，它都会继续的在增长结晶，而且不会再找出新的壁癌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在室内处理壁癌的一个标准工法。因为这个外墙有些地方根本没办法施工，里面就是鸟园，我们没办法跟鸟一起跑到鸟的家里面去做他们的外墙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做他们的内墙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施工吧。那像我们这种，就是已经潮湿了，又白华现象了，那就只能用打针的方式吗？没有别的方式吗？其实呢，像这样子室内壁癌，最好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从它的受水面，而它的受水面就是它的外墙来处理，这样才可以达到100%的效果。但因为这里是我们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它们外墙是鸟园，然后鸟园的外墙呢，很多都是 FRP 的造型墙壁。那这个我们防水材没办法做在那个造型墙壁上面，因为做了完全没有效果，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从室内来处理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居家里面常常见到的环境。有时候我们的外墙根本没办法做，可能都已经外面包满了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内墙来处理。那这个呢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尽量做外墙。好了，我们室内的工作都完成了，瞅了他们那么多天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只好在外面继续拍我们的结论啦。那你刚刚看到了这些呢，就是我们的标准工法，而且我们的施工呢，一样会尽量减少我们的粉尘，让我们的室内的施工环境呢，不会因为我们施工完之后呢，它就无法工作啦，整个房间都是灰，那怎么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尽量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，让我们的业主呢可以得到一个安安心心的环境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施工内容，或者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的方法的话，或者有更多的问题，请记得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新上的影片哦。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